几位如何证明是普通商户啊？我们今日出门着急，并未携带可证明身份之物。这只簪子是我们自家商号做的首饰，明日你可差人到山下一问便知。你是张家之人？正是。说来惭愧，我一男子，经商头脑却不借我家娘子半分，自然是女子长家。是啊。舍弟，弟妹。既然如此，暂住一晚未尝不可。各位请吧。多谢。这2间屋子，一会儿我找人给你们收拾出来。对了，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我要嘱咐一下。那些兵器是我们打猎防身用的，你们是商贾之家，不熟悉武器，最好不要碰。放心。将军身上怎么有如此多的伤口？我常年征战沙场，这些都是小伤。这里就是你一直要找的地方吧？他们身上都有图腾，那个头目甚至有图腾刺青，这里应该有我想要找的线索。这些人可是非常警惕，我怕你要找那些线索也不容易。3日后便是游猎会了，在此之前，我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开口。近日密林中那些黑衣人，你可有猜测？这个时间引我离开王城的，定是西长坤。只是他未料到，我原本就一直在找机会进林。这次算是歪打正着。但我看此次可能不是西长坤。有人留信给齐明，我是为了寻他而来的。西长坤不知道齐明的身份。信中又何理由引邵齐明来的？就说我出了危险，齐明没有细想便过来了。他很担心你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关心我也很自然。今天你为入住此地丢了只簪子，这只是我亲手打造，比你那只值钱多了。将军可真不吝啬夸自己，没想到将军的手除了会打仗，还能打造如此精美的簪子。睡觉吧。将军有伤在身，床自然是要留给你的。外面都是山贼，我在这里也好做好防备。我们都假装是夫妻了，做戏就要做全套。那些话不过是哄骗他们而已，将军不必如此认真的。好，那我睡了。大人，密林中探子传来消息，烈将军已经顺利进入密林中。务必时刻关注阿烈的动向。若阿烈想离开密林，务必将他留住，直至游猎会开始。是。那群打理竹筐的人有男有女，像是上山采料的。那边在打磨武器的男人，看上去应该是去打猎的。你打算从哪儿查起？啊，寨主。今日我们要下山采购，正好送你们下山。我夫君伤口恶化，可否再多留几日？关键我们药材也不多了。
也撑不了几日。药材，我夫君正好识得药材的，他可以帮你们填满药房，上山采药。可你夫君这伤口，我也是。我不走远，若是伤口复发了，我立马回来。你们盘踞深林，守着满山的药材却不认识，只能用些野味来换取药材。我略懂些草药，可教你们识别。若是日后你们可以自己采药，也为你们省下许多。是啊是啊，我们昨日也用了你们不少药材，这就当做是回报了。那好，我找个人陪在你身边照顾你。若你伤口裂开，立即将你送回。谢谢寨主啊。你有伤在身，万事小心啊！伤养会煎好，等你回来。你做什么啊？烈哥哥去哪儿了？他有伤在身，万一遇到危险，你担得起吗？他有他的事情要办，我劝你不要这么大动静。万一惊扰了山贼，你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。君绮罗，我不喜欢你，你赶紧离开北轩。巧了，公主，我也不喜欢你，但人生在世，哪有随心所欲的？我是公主，烈哥哥和清明都是本公主的，这里是北轩，我说了算。我找你吃馒头，不要这么着急，要不要喝口水啊？哎呀，我让你慢慢吃，真的是不是噎着啦？我给你喝点水吧。你敢暗算本公主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好几日。你看不惯我没关系，你要是让那些山贼看出破绽，我可护不住你。玄烈和邵启明都会因为你而死。公主不是制药高手吗？你说他们俩都是你的人，那照顾他们的责任就交给你了。煎个药不是很难吗？这是我向寨主讨来的草药，说对愈合伤口有奇效。小姐，上号大会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我们何时回去？先拿到玄铁晶石再说。可玄铁晶石并不易取，若是不能在半月内出发，怕是要赶不上上号大会了。君家如今也只有你了。我知道你的担心，可是玄铁晶石对叶南来说一样重要，我一定会好好谋划，尽快拿到玄铁晶石。我回来了，伤口可有复发？确实有点复发。我的药呢？今后再煎呢。烈哥哥，你回来啦？清口。药煎好了，你赶紧喝了吧。这些山贼可真不识货，这青铜器早就被淘汰了，他们居然还留着当宝贝呢。他们说了，青铜兵器已是难得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北轩禁地最不缺的就是铁器了。哎，除了西部，那个地方缺石缺矿的，要不然王兄也不会将我们的王兄不会怎么？各位，我们家寨主邀请你们一同午膳，请。此番多有打扰，寨主非但没有怨言，还热情款待，多谢寨主。姑娘不必客气，你们替我省下了不少买药的钱，我应该感谢你们才是。再过几日，我们就要前往三不馆了，这顿饭就当是分别。寨主为何突然要前往三不馆？全部要统一兵权，我不得不走啊。官家之事，与你们何干？不瞒你们说，10几年前，兄弟们也都给官家当过兵。那为何不在军营里继续当差呢？若不是犯了忌讳，招来杀身之祸，谁愿意跑到这个地方来啊？也是，这里地形复杂且不宜久居。可你究竟犯了什么事情，才会沦落至此啊？那倒没有，
老子从来不杀人放火，那都是10几年前的旧事了。那时候我们帮上面办一件很重要的差事，但是后来有人要过河拆桥，杀人灭口。回到家中，地上躺了一地的尸体。我带着手下的人，只有跟他们拼命，拼了3天3夜，才带着活着的人逃到这里来。这里地处玄西2部中间，且是无主之地，所以你们在这里安了家。可此地除了玄部和西部，外人无从知晓。难道你们之前是玄部或西部的救兵？你出身商贾，为何对2部之间的纠葛如此熟悉？商贾之家若想立足，必须得多方打点关系。我们可没少在这件事上花银子，但也只是略知道点皮毛。这知道的越多，就越容易引来祸事。不过方才听寨主说起，我们就多聊了2句。都是为了养家糊口，大家都不容易。来，寨主，可否想过报仇？想。但一战之歌，永远都是强兵的胜利。我在此安营扎寨10余年，也收留过无家可归之人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打仗。兵为将寡，如何报仇？以前是为了讨生活，服从命令，不得不战。可如今刚安定下来，凭什么去死？北宣王要选狼主，一统兵权，到时候定会对这里进行整治。兄弟们10几年没有上战场了，到时候遇上兵还是会死。偌大的北宣，竟然没有我们容身之处，可笑，可笑啊！老大，你喝多了。来，跟你们说这些干嘛？喝酒。来，寨主仍未提及当年之事，你打算如何？在玄羽军找来之前，我们还需要找一个理由，让他们继续留在这里。夫君，你上山采药，可有伤到伤口呀？你一定要小心一点，要不然我会心疼的。这里都是山寨的人，我们说话一定要小心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刚刚说心疼我，是真心的吗？你说他一直都知道玄铁晶石在西长坤手里。小姐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没看清他的真面目。他一直都在骗你，就是为了能让你留在北宣，利用你找到君非凡。那个地方缺石缺矿的，要不然王兄也不会将我们的血。你不能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。狼主选拔将至，眼下正是离开的最好时机。出了这片林子，你径直朝南走，我想办法回矿脉取回样本。我们3部馆集合。若是在约定的时间还不见我的身影，你先走，一定要在上号大会之前赶到君家。小姐，参加上号大会一定要君家的行商令，可如今行商令还在他身上，我要拿回来。怎么才回来？正要去找你呢。什么意思？将军真的好算计，一边与我定下契约，让我帮你夺狼主之位，一边又把玄铁晶石拱手让给西长坤，平衡北宣势力，
真是下了一盘好棋。玄铁晶石在秦之前，王兄便已赐予西部，若想拿回的话，就要想办法。我不告诉你，是尚在布局取回，并不是有意骗你。那请问将军想到办法了吗？又有几成把握？既然契约不成，就请将军把行商令还给我，你我从此井水不犯河水。井水不犯河水。从三不管到王城，你我之间的信任，还抵不过这个契约。我只是一介商人，只认契约，而且是将军毁约在先，跟我谈情谊，未免太可笑了吧？所以在你心里，利益还有玄铁晶石，比其他什么都重要。是啊，还请将军把行商令还给我。少废话，把行商令交出来。你想撕毁我们之间的约定，是因为他，还是你进密林只是个幌子？你早就计划和他一起离开了。拿不到玄铁晶石，我便没有留下的理由。你随我来王城，本不是为了玄铁晶石，为何突然反应这么大？齐罗，你还在隐瞒什么？把行商令交给小姐。玄烈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一切，就当你报了在三不管的一箭之仇。日后若是你再敢动带绮罗走的心思，我定饶不了你。你个悍妇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小姐，我们不能再信他了。齐明，我让你住手！我不会做害你的事情，你相信我。你醒了，用了寨主给的草药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担心我？你自己都不担心你自己，我有什么好担心你的？我就是想着，你若是真的死在这儿，我又拿不回玄铁晶石，又拿不回行商令，说不定还要以你妻子的名义帮你收尸呢，还要赔寨子里一大笔棺材费，这种买卖我怎么会做？放心。这伤对我而言并无大碍。你告诉我，你要玄铁晶石，真的只是为了帮君非凡做生意？你还不相信我？我当然信你。你呢？信我吗？莫非将军已经想到办法了？是，
但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将军，你这可是在得寸进尺。我们之前已经定好盟约了，你是要临时加码？你心里清楚，即便玄铁晶石落在西长坤手里，能帮你的也只有我。又或者，你昨夜没有放任邵启明杀我，是真的担心我。将军，有什么条件你说。我要的很简单，只需你帮我找到当年西长坤倒卖军火的证据即可。这样一来，既能拿到你想拿的，也能查到我想要查到的。成交。我们这2天就要启程去三不管了，盘缠紧缺得很，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1点银两而已，等烈哥哥伤好了，我定加倍奉还。现在走，会是烈哥哥有什么3长2短，我事后一定会毁了你们的寨子。小姑娘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。我们收留你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，怎么，难道还想过河拆桥、杀人灭口吗？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各位大哥，这几日确实多有打扰，我也知道你们要去三不管需要盘缠，可是我男人身受重伤，各位可否行行方便，让我们再多留几日？我们不会白吃白住的。若是可以的话，就用这条项链抵债。你伤口还没痊愈，你出来干什么？你是我夫人，怎能让你独自面对？你们在这里安营扎寨了10几年，去了三不管，也只会比现在更糟。若你们信得过我，只需要配合我，我会重翻旧案，让你们重新过上安稳日子。你们以山贼自居，无非是想自保。寨中有老人和孩童，且你们身上都有相同的图腾，你们训练有素，更像是将士及家眷。至于你们的武器，也不是用来杀人越货的，而是用来维持生计的，对不？我们如何才能信你？对啊，凭什么信你？我乃玄部族长玄烈，当年的旧案与我玄部有莫大的关系，帮你们也是帮我自己。玄烈将军，当年西部逼我至此，如今狼主之争再起，我如何确认玄部握拳定能助我？寨主，西长坤与我势同水火，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，相信寨主定能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帮你，你又能给我们什么好处？寨主可否借一步说话？父亲因调查武器走私案而丧命，不知寨主可否助我查清此案？我们在此躲藏多年，怕的就是被西长坤发现行踪，再无藏身之地。若我协助将军，万一事情失败了，我如何向寨子里面的人交代啊？难道你们要躲藏一辈子吗？当年北宣政局不稳，西长坤只手遮天，此案才不了了之。如今北宣再选狼主，皇上也承诺过，若我当上狼主，稳定五部，定会排除万难帮我。将军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我们当时只不过是负责接应货物，不知运往沧州的究竟是何物啊？10年前，北宣与西乡刚开始通商，所经之处，必须要当地官府的通关文牒才可通行。若你们为西长坤运送过武器，必定会有当年的通关文牒。若一张纸就能将西长坤罪证坐实，我们何必躲藏至今呢？我能让这张纸发挥最大的作用。一张纸，换你们一生平安。这笔买卖，你不亏。你可拿这块令牌，带大家去我安排的地方，我玄部定会护你们平安。
了。